1932年1月28日，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与国民政府第19路军在上海市区爆发武装冲突，开启128事变的序幕。但为什么还未完全拿下东北，尤其黑龙江省的日本，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在上海另辟新的战场呢？上海128事变到底是怎么发生、怎么结束？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1932年128事变的始末。但搞清楚这场战役的来龙去脉之前，必须先了解918事变爆发后，国际社会对于日本侵略行动的态度。首先，我们得先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北满的黑龙江一带有庞大利益的苏联，最终选择不介入中日在东北的冲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稍微了解一下甲午战争以来中日俄之间复杂的角力关系。1895惨败以后，大清开始将日本视为主要威胁，在国力不行的情况下，希望透过引入俄罗斯势力来制衡日本的势力扩张。1896年，李鸿章被派往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圣彼得堡，签署中俄密约，确立了中俄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根据条约，如果日本以武力进犯中国，俄罗斯必须以武力支援大清。根据这份条约，俄罗斯可以以民营公司形式参与修建黑龙江、吉林一带的铁路，而这段铁路被称为大清东省铁路，在民国以后改名为中国东省铁路，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东路。这段铁路的意义在于，它连接了俄罗斯跨西伯利亚铁路，直通圣彼得堡。如果中日发生冲突，俄罗斯大军能一路沿着铁路派军到沈阳、旅顺。整个中东铁路的枢纽是哈尔滨，在此以前，哈尔滨只是个人口3万出头、10几个小村庄构成的农村。但由于铁路，哈尔滨成为黑龙江省乃至整个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后来，因为日俄战争，俄罗斯战败，才将长春以南至旅顺一带的铁路让给日本，视为南满铁路。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东北地区会莫名其妙有个日本关东军驻守在旅顺、大连的原因。然而，即使日本获得南满洲铁路的经营权，但吉林北部到黑龙江一带的北满洲仍牢牢掌握在俄罗斯手上。1917年，俄罗斯帝国崩溃后，苏联仍然非常重视北满的利益。事实上，20和30年代的北满基本上成了共产主义势力向东亚扩张的前哨站。在这个情况下面，为什么在北满拥有庞大利益的苏联，却在1931年918事变时一直无动于衷呢？一种解释是说，当时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太弱。真的吗？完全不是。在1929年爆发了东北军与苏联冲突的中东路事件以后，俄罗斯便整编特别远东集团军，下辖5个师、2个骑兵旅，共4万多人。在西伯利亚东部，苏联可说是兵马强壮。我们看一下日本关东军的这份报告，这是关东军情报人员在中东路事件中做出的观察报告，其中关东军的报告给予苏俄军队的动员能力、武器装备极高的评价。在论及军纪时，关东军甚至说苏联军队与列强军队无异。我们从事后的角度来看，日本侵占东北的企图太明显了。张学良甚至南京国民政府怎么能一点反抗都不做，拱手将东北土地让给关东军？没错，因为我们都是站在上帝视角在看1931年以来到37年一系列的事件，我们当然会觉得这企图明显到不行，所以会感觉历史人物都很白痴。但实际上，不只是国民政府觉得日本侵略东北势必引起苏联的干预，连日本的内阁政府、西方列强也都是如此判断。我们再来看一下顾维钧的回忆录。1928年前后，顾维钧到欧洲旅行，在一次宴会上与法国外交部重要的官员有一次关于苏俄与满洲问题的谈话。他是这样回忆的：他完全知道满洲当局和莫斯科之间的争端，也知道少帅对苏俄的态度。然而他暗示中国应当小心谨慎，少帅更应该特别小心。为什么？因为考虑到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满洲的军事准备情况，如果采取任何行动挑起与苏俄的战争，那么是个错误。由于西欧和美国对苏俄仍旧抱有成见，苏俄必然采取克制政策。在西方，苏俄一定不会挑起任何冲突，但是苏俄对远东，特别是满洲的态度就不同了。据他从官方和非官方所得到的报告，苏俄的现有实力在远东，特别是满洲，制造出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势是绰有余裕的。换句话说，其实不只是针对中国的东北军，如果日本也试图侵占北满的话，西方判断苏维埃政府会毫不迟疑地做出明确有力的反应的。
然而，若苏俄在北满的军事实力真的如此强大，那么为什么在918事变爆发以后却按兵不动？甚至1932年满洲国独立以后，斯大林主动让出了北满铁路给日本，到底为什么呢？有2点至关重要的因素，最终促使斯大林选择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实在1927年以后，苏联在华的情报网几乎崩溃了。为什么是1927年呢？因为那一年发生了一起中国近代史上能是最里程碑的事件之一，那就是4.12政变。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行清党，将共产党踢出了。这个改变的矛头指向的不只是中国共产党，更是指向共产国际。国民党清党的结果是颠覆了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辛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更有甚者，1928年底，张学良归顺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是中国达成名义上的统一，但实质上更重要的是，东北军也加入横扫共产党组织的行列。在东北，张学良也开始清扫共产党势力，连带的是整个情报网在奉军能实际控制的范围内也遭受巨大破坏。虽然北满仍然是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以内，张学良很难介入黑龙江，然而这时北满的共产党组织内部却爆发了针对托洛斯基主义取消派的内部斗争。刘少奇将原本满洲省委的托派领导人物整个踢掉，直接影响了当地情报网的运作，无力配合苏联的情报活动。种种的阴错阳差，导致918事变爆发时的苏联犹如盲人。第二个关键因素是斯大林对于欧美列强极深的猜忌心。我们来看一下当时2位斯大林最重要的亲信在事发后发给斯大林的电报。这份电报的时间是9月22日从莫斯科发给正在度假的斯大林。开头便说日本行动情况还不清楚，表示9月18号以来过了4天了，莫斯科方面还是不了解日本真正的目的，而他们仅能从报纸上取得讯息，没有第一手的情报员资料。事实上，满洲事变爆发后的2天，苏共中央就成立专门委员会处理，这是当时的会议记录。这里说到，这曾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里维诺夫和加拉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事先阅读了以下报刊上与此问题有关的评论，明确表示当时苏维埃中央仅能依靠报纸来做判断。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来看一下斯大林是怎么做决策的。他在事发的5天以后说，很可能日本的武装干涉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和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什么意思？斯大林判断918事变是日本与所有或某些大国，显然就是欧美列强私下共同策划的。在这个认知条件的基础上，他决定我们当然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合适，因为它只能使帝国主义者们联合起来，而对我们有利的是让他们争吵起来。意思是斯大林猜忌资本主义国家想透过一次事件找借口联合攻击苏联，一次性的消灭苏维埃，所以他认为918事变绝非日本单方面的行动，是一次帝国主义的联合阴谋，苏联绝对不能介入，否则只会让他们有理由入侵苏联。各位可能会觉得斯大林是在错的离谱，从事后诸葛的角度来说，确实很错。但当时在华接近半亡的苏联，无视关东军的阴谋，也不会预测到后来会有满洲国独立，乃至日本全面侵华，甚至纳粹德国对苏联宣战。对于1931年那个当下的斯大林和整个苏维埃政府来说，他们所看到的现实是西方乃至世界范围越发强大的反攻力量。刚建国10多年的苏联有非常强的存在危机感，虽然这个存在危机在当时没有发生，但恐惧心已经笼罩整个苏维埃领导层。这一危机意识是使得苏联最终没有武装介入满洲的第2项关键因素。我们要意识到，虽然甲午之后的3国干涉还辽，距今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但离1931年时只有30多年的时间而已。在当时的斯大林、南京国民政府乃至欧美列强看来，用外交手段逼迫日本返回领土是绝对可能的。但我们现在也知道，日本根本没有与欧美共同策划这起事件，日本文官内阁根本不赞成这项侵略行动。918是关东军和军部少壮派所推动的事件。对于军部来说，他们最担心的不是外交问题，而是苏联可能武装介入。但他们看到苏联完全无意介入以后，可以说更放宽心的去攻占东三省。对于国民政府而言，他们盼望能调停介入的苏联与欧美，苏联已经退出，而当时的欧美也困于经济萧条的泥淖之中，所以他们只能透过国际联盟的平台敦促欧美列强介入满洲事变。就当时的世界局势而言，这几乎可以说是他们唯一的选项。对日本采取绥靖立场，将南京全部的军事和财政力量用于发展自身以及
铲除在核心地带建立国中国的共产党势力。事实上，1931年国际联盟这一步棋也确实奏效。当时国联派出了英国的里顿伯爵到东北调查整起军事冲突的始末。然而就在此时，1932年1月28日，日本却发起了两方面的军事行动，一边是持续派遣陆军向中国东省铁路的枢纽哈尔滨发起剧烈攻势，另一边派海军陆战队到上海与国民政府19路军发生武装冲突，震惊中外的128事变爆发。自918事变以来，中国各地刮起剧烈的反日运动，而上海尤为高涨。当时在上海爆发了一起日本僧侣事件，事件发生的经过很曲折，牵涉到川岛芳子，也就是爱新觉罗皇族鲜于和日本驻上海使馆武官田中隆吉之间的事情。不少人对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有所质疑。但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田中隆吉在战后接受日本 NHK 的访问，问田中：社会上说上海事变的点火的人就是你啊？田中：是的。问：一语道破，那么当时有5个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在化缘，而叫人在上海马路上向这些人袭击的，就是你吗？田中：是的，是我。问：那是怎么样的经过呢？田中：那是在前一年的9月18日发生了满洲事变，到11月中旬大体平定下来了。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情，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来了2万日元。最后事件结束后，满洲国也成功独立。田中说，于是，在3月1日建立了满洲国。以后，关东军的板垣大佐写来了非常恳挚的感谢信，问是说干得好吗？田中说，幸亏这样你一来，满洲独立成功了，我被称赞了一番。换句话说，128事变也是一场关东军自导自演的大戏。要骗的不只是国际社会，还包含日本政府。上海日本租界的危机，迫使日本本土最终在1月24日派遣舰队与海军陆战队抵达上海外海。虽然于1月28日时，上海市政府已经同意日本开出的所有要求，但日军仍然以中国军队必须退出闸北为由，直接令陆战队进入上海市区。我们来看一下日本人绘制的上海地图，这里是黄浦江，这里是闸北。而被标为佛租界的黄色区域，就是所谓的法国租界；红色则是公共租界，英美日等等国家的租界。但其实公共租界的划分非常复杂，这里不多谈。但我们能注意到，上海铁路在这里，沿着铁路的路称为四川路，原本在今天的虹口区。如果你想要在1930年代进攻上海，四川路最为方便，因为此路往北通往天通苑车站，往南直接到上海的市区。日本陆战队沿着此路往北占领天通苑的过程中，遭遇国民政府19路军，双方爆发武装冲突。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通电全国，暴日侵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足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处，是世界上最卑劣凶暴的举动，无所不至。日本的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陆上海，竟在28日晚上12点，在上海闸北公然侵犯我防线，向我军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只知道正当防卫，捍卫外患，守卫国土，是我天职，此地寸草不能放弃。我军是为了救国报种而抵抗日军侵略，即使牺牲到只剩一人一弹，也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我的身，我的心，可以问于天日，而让全世界都看到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依托于此。为什么东北军选择了对日妥协，但19路军却在上海选择抗日呢？事实上，19路军的指挥官蒋光鼐是粤系出身的将领，本身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由于粤系在北伐乃至中原大战期间，很大程度上是支持蒋介石的，所以之后也被派去江西，加入了剿共战争的行列。而在1932年那个时间点上，蒋光鼐的部队之所以从江西调往上海驻防，就是因为蒋介石下台，粤系人马控制了中央，所以蒋才被派去驻守当时全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因此，粤系出身的19路军本身就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粤系中的很多人最后都跟中央系闹翻了，包含蒋光鼐，这些关系和过程都非常复杂，我们这里不多谈。但有了这个背景知识，各位大概能理解为什么19路军成了128事变中的抗日先统部队。
隔日1月29日，日军战斗机轮番轰炸上海闸北与市区，这约莫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用飞机轰炸人口稠密的居民区。19路军的军长蔡廷锴在自传中回忆说：“其实敌军又来光顾，因天有误。”竟敢在1000公尺低空飞行，我方无制空权，又无高射炮及高射机及枪，任由敌机肆虐，见其太可恶。即令且兵连以步枪排分若干组，在有效范围内向敌机射击。出我意料之外，竟被我步枪击落敌机一架。当时兵民鼓掌如雷，军心更为大振。12时，军部赵参谋处长带同一部人员已到，即令其重新部署。下午，敌悄无变化，我军已攻至虹口花园附近。入黑，前方战况又转剧烈，至深夜12时，枪声稍息。街区师长来电话，敌黄昏后向我闸北冲锋数次，敌战车、坦克车被我手榴弹炸毁3辆，已被俘获。这时，上海的抗绪高涨，19路军在市区内积极抵抗日军。天通湾车站与上海北站几经易手后，在29日时又回到中国军队手上。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只能退回北四川路以东的租界区。然而，此时19路军的伤亡也是十分惨trọng。2月1日，在英美调节之下，双方决定停火3日，展开谈判。然而，双方都没有停战的打算。日本方面从本土调来大批舰队与陆战队。2月3日，在上海的日本陆战队已达3000人，义勇队6000人，军舰37艘。紧接着，日本单方面撕毁停战协定，扩大事态。日军攻击吴淞口炮台，出乎日军意料之外，拥有绝对优势的日本打了4天4夜，打不下吴淞口炮台，只好撤军。当时日军已经清楚意识到打巷战他们是没办法彻底打退中国军队，因而放弃城市战，改以野战为主。首要之务便是让大日本帝国陆军登岸，从北边一路杀下来。重中之重，必须先拿下吴淞口。2月7日，日本陆海空全力进攻吴淞口炮台，优势到不能再优势的日军总算强攻下来。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大军计划从北边沿着铁路杀进上海，沿途在运枣滨遭遇19路军，双方展开激烈冲突，激战3天，日军遭受顽强抵抗，日军进攻部队只能撤退。我们来看一下后来官至中华民国陆军上将，时任第5军521兵团团长的刘安琪的回忆：上海是湖沼之地，河流很多，不大容易做工事，有时只好把人家的坟墓挖开当做工事，在掩蔽部里水都没及腰身，所以128之后，我的腿风湿很重，在那不晓得几进几出，都是白刃战，打得血肉模糊，兵员补充了好多次，伤亡很大。我们本身的装备很弱，敌人说要3天2天要占领南京，真是有可能。我们真是以血肉筑成铁的长城啊！在运枣滨这一线上，几进几出，不到1500公尺的纵深啊！事实上不晓得多惨烈，树上到处挂着死人肉。上海的村庄后面都是竹林，竹林都被打得像麻线一样。此时，下野的蒋介石已回到南京，将其嫡系部队87和88师组建成第5军，由往后争议很大的张自忠任军长，前去支援19路军。第5军和19路军组成的上海部队，仍由蒋光鼐担任总指挥。2月14日，张自忠抵达上海，新的上海防线以大厂、江湾为分界线，分为左右2路，以蔡廷锴的部队为右翼军，负责江湾到南市之间的防御，主力放在真如、大厂一带，保卫上海市区的西北侧。左路由张自忠部负责保护江湾以北的区域，重军压在妙行镇与江湾，不让日军轻易透过铁路南下直达市区，也保卫第2防线的侧翼。此时，日军的增援部队再次抵达。20日清晨发起大规模攻势，进攻者是日军主力的第9师团与第24混合旅团，在江湾与妙行镇一带遭遇张自忠部，双方爆发冲突数日。主义军的3个师坚守防御，即使中国军队伤亡相当之大，但也歼灭日军3000员。日军没办法，又只好在24日时撤退。接下来数日，双方仍有数起小规模冲突。虽然国军取得防守上的胜利，但张自忠部实在损失过大，最终只能放弃江湾，但仍固守妙行镇。虽然此时的日军已经夺得江湾镇，但西边仍驻满中国军队，必须要击退侧翼的威胁，才能拿下上海。2月28日，日本再次征兵，派了2个师团与空军部队到上海。3月1日，新增援的第11师计划从柳河一带登陆，从侧翼包夹中国防线，直取19路军总部。驻守在妙行镇的张自忠派遣刘安琪的521团前去防御柳河。刘率军团力守柳河镇，但最终无力阻挡日军的集结行动。这时，
新增援的日军已经能直接从侧翼威胁中国防线了。中国只有2个军的兵力，但日军已是4个半师团的规模，人数高达5万人。虽然南京方面仍然派部队前往上海支援，但因为种种原因，各地援军迟迟不能按时抵达。例如，在江西剿共的蒋鼎文的第9师也被命令去上海支援，但在转移的过程遭受共产党红军从后面袭击，差一点一个旅团被灭掉。蒋鼎文迫于无奈，只能命令先锋部队即刻折返，才能解除背部的危机。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侧翼已破的上海守军很可能被灭。指挥官蒋光鼐果断下令撤退，日军立刻占领了吴淞、扎北等地。3月3日，在外国使团的斡旋之下，日军宣布停火，128事变结束，大日本帝国皇军进入上海。3月20日，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庆祝昭和天皇生日，同时宣布大日本帝国取得淞沪战争的胜利。此举引起粤军系统大佬、时任代理行政院长兼淞沪警备司令的陈树民的强烈不满。陈树民找了个杀手，也就是能讲日语的朝鲜抗日人士尹凤吉，前去刺杀日本军人和高官。这是当时虹口公园爆炸案的真实影像。在日本高级军官和官员齐唱国歌时，尹凤吉丢出一颗炸弹，承认陆军大臣的白川义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1条腿，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被炸下1只眼睛。有趣的是，在发生惨烈的事件后，日本政府仍然要求照常签署停战协定。被炸断1条腿的驻华公使重光葵在签署完以后才被送进手术台。至此，128事变正式结束，双方签下淞沪停战协定，国民政府被迫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出现在上海。这个协定引起中国军队与社会强烈的不满，领导抗日的19路军指挥官蒋光鼐尤其不满，是他往后反蒋的导火线。而代表国府签字的外交部次长郭泰祺被激烈的上海团体与学生攻击，被重伤头部，所以郭泰祺是和重光葵一同在医院签约的。事实上，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部都已经很清楚看到，他们已经无力再扩大事态，但关东军少壮派真正的目的已经达成，国际的目光都从东北转移到上海。在128上海事变的同时，关东军也将大军开往黑龙江。下一期我们将来到918事变的最终章——哈尔滨保卫战以及满洲国的独立，敬请期待。那么上海开始威胁日本挑衅的，1932年1月28晚上，日本呢直接进攻了。这个780皇帝欧秀年了，打电话给查军讲，查金卡怎么办？他说人家打我们呢，我们只有抵抗啊，军人是抵抗。军人呢，他的职务就是保卫祖国，保卫领土，不就冲的领土行星。